前面说到了嘛，因为印度教他认为，人他在去世的前一刻，他如果还有什么执念，他还想着什么东西的话，那他可能下一世他就会变成那个东西。所以就是当时印度教里面有一位神，好像是毗湿奴吧，我不记得了。就有一世他是投胎成了一个国王嘛，然后国王他去狩猎的时候，他为了救一只那个就是即将被老虎吃掉的一只那个小母鹿吧，去救那只鹿。然后他在临死的前一个，他还是想着那头鹿，结果他下一世他投胎就变成了一只鹿。有可能吧，因为我根据那个江湖姐采访那 Clark 的，他不是已经就是处于觉者的状态了吗？就用我的话来讲，他已经成佛了嘛。那他说他看到了轮回的这种机制，就是在你临终的时候，你所处于的这种精神状态、意识状态，或者说你的情绪，会直接决定你投胎到哪个这种层次去。所以说可能就是类似的这种感觉嘛，就像你说的，只是说你想到的是一个什么嘛，那你可能你想到的就是一个好的事物，那你就投胎到一个好的事物上面呗。如果你充满了恐惧的话，你想到的都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那你就可能投胎到一个相匹配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你根据那个净土宗来讲，就是说阿弥陀佛净土嘛，极乐世界，那你去的一个前提也是，除了你这一生念佛之外呢，在你临终的时候要保持一种放松的，比较不恐惧的一种状态嘛。这个佛也提到过，否则说他来接引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有困难嘛。就你这个太紧张了，就像是一只受了惊的猫一样，你想去救它，你很难实施救援嘛，对吧？就你不能是一种很不太好的状态，就是极度的紧绷啊、恐惧啊，或者极有攻击性这样啊，可能别人帮你也帮不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些点连在一起之后，就是说你在临终时的这种心情、意识状态、精神状态，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具体投胎的这种好坏呀、高低呀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吧，大家都这么说嘛。对对。所以说这一生需要学习的东西，可不仅仅是如何去打造自己的物质王国，更重要的是你的精神财富，你的精神的心力，智慧，这个可能会决定你下一生投胎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哦。这也是很实在的哦。对对。就想到那个就是佛所说的六道轮回，它有什么？就我们现在的是人道，还有畜生道。畜生道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生理欲望都很强，然后还有恶鬼道。恶鬼道就是他的那个脖子只有一根筷子那么粗，但是肚子的话又比水缸还要大，然后对，他就是那么形容嘛，就是永远都无法被满足的那样的那种存在嘛，生命状态。对。对，然后再就是地狱道。地狱道就是他肯定是造了很大的孽，然后各种上刀山下油锅，然后他死又死不了，循环播放那种痛苦。其实有的人说，就是说六道轮回，其实在人世间也都能体现出来嘛。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生命是全息的嘛，全息就是全相式。以后我们讲那个高比娑婆就会理解全相式，那这个就是宇宙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规律规则。那全相式呢，就是说就像干细胞一样，它可以发展成任何一个器官，或者说整个身体，对吧？它无限的潜能。某一个局部的信息包含了整体的信息，这就是全相式的特点嘛。然后其实宇宙就是全相式的。然后那讲到六道轮回，实际上也可以用全相式的方法来理解，就是一个人嘛，他也可以有六道轮回的6种状态，是一样的。其实这不也是一种全相式吗？就是有六道轮回，所谓天堂，是有六道轮回，天堂地狱，是有天堂地狱，但是人在人间本身也可以有6种不同的状态，就跟六道轮回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种全相式，大家可能慢慢去理解吧。但是这个是一个真相，就全息式，就是地球包含整个宇宙的真相，人类包含整个宇宙的真相。
嗯，就是全相。以后讲心灵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全相。全相就是这个神的能力嘛，超强就是。对，我也听说过，说所谓的天堂地狱都是人间的那个映射，映射。有的人他一念天堂嘛，就是这个东你西，我为什么要引入全相这个概念呢？因为全相真的可以很好的去解释这个东西。就有没有六道轮回，真的有；有没有所谓的这些东西，也真的是都有的。但是我们人世间本身就是也有六道，就是它是全相的，这个你能理解吗？对对，就是因为你在地狱里，你也可以分出个六道来，因为它是全相的。啊，你在天堂里，你也可以分出一个六道来，它也是全相的。对对，就永远有这种那高中低、高中低、高中低的这种循环模式。因为你看，嗯所有的非真相的这种世间吧，都是有这样的特点的。比如说天界也是有好几个层次，对不对？人世间这个层次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们都见识过，对吧？有福报的人，那真的就是什么都拥有；福报低一点的人，或者说很差的人，那真是挣100块钱，那都得用血和汗和泪去挣来，对不对？嗯然后甚至可能刚挣完人生的第一个多少多少钱，突然一下得了一个什么重病，连花的机会都没有。就是人世间的这个福报，我觉得都不只是6道，可能60道都不止。所以你就更不要去想，真的是不是有6道轮回？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就连人这个层次都可以分成6道，甚至是60道、600道，你更何况说整个的生命的一个历程了。从一只苍蝇、一只蚊子，到世界上最有福报的那个人，你说他的等级上差了多少倍？对对，那个天人道是什么？我之前就是以为天人道那是不是相当于天堂一样，所有人都很快活，像神仙一样？但是后来我去我去问他们，就是说天人道它没有人道更牛，因为人道是可以直接一世成佛的，天人道的话，它可能它各种都满足了，满足的话，那你还有什么？就是它那个进取心会比人道要低一些，但是人道它恰恰是因为它还就是我们还有这种就是成佛的欲望嘛，反而它有一个这个理论一世成佛的。是非常站得住脚的，这是佛学理论嘛，就是他说天人的福报极大，然后痛苦很少，所以说他听这些佛法的话，他就是听不进去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这个其实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啊，所以说佛法真的特别好，它每一个说法都是那么的经得住推敲啊，耐得住琢磨。然后其实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嘛，他就是说穷人是有福的，瞎子是有福的有疾病的人是有福的。那为什么有福啊？因为是天国是为他们而造的嘛，天国是的大门向他们敞开嘛。为什么呀？天国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但是那些福报大的人他不进去，他不往里，他不去，因为他福报太大了，他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痛苦，他没有那么急切的想去天国。这就跟佛教讲的福报大是一个意思。对，福报大的人那个动力不够，对，他没有原动力。佛说世界是苦，他不觉得苦，所以他不听佛说的这都是真的。所以说福报小真的是有福报小的好，就像史铁生是一样的，对吧？你以前也说过，史铁生的福报其实不好，他的身体的，对吧？他自己说嘛，主业是生病，副业是写作嘛。那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低的福报，他才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人生感悟嘛。实际就是相通的道理。你没有那么好的福报，其实反而是我们最大的福报，因为我们在这种人世间的痛苦这种真相当中，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这句话你能理解吗？正因为因为你遭受了很多的苦，你才能跟佛的心相应。对，就是因为我自己遭受了那些苦难，所以说我就会更有同情心，我会就是能够理解那些同样
遭受类似苦难的那些人。如果是说我很顺利的话，那我反而可能凡尔赛了。哎呀，你有没有努力？你是不是不努力啊？对吧？对，所有人都很努力，其实。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认识一些，就是我认识的人很少啊。就是其实很多福报大的人，我们其实就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跟他不会有很多的共鸣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智慧是非常浅层的。因为太顺利的人生不会带来很多的智慧，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啊。一个人过得太顺利了，他是没有什么智慧的，其实，因为他没有很多反思的角度和立场。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他做不到真正的设身处地的去反思。对对，也就是说，没有饥饿过的人，他是不懂得食物的珍贵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到现在我都不懂食物的珍贵，因为我没有真正的饿过。但是我会觉得很多我人生无法拥有的东西是很珍贵的，就像是盲人对于光明的渴望是一样的。所以说盲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缺少这种光明，他实际上是会产生一种巨大的一种动力，让他去反思人生，让他去思考人生，然后他会在这一生当中其实得到了非常多的智慧，而且减少了很多的傲慢。傲慢这个东西是成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傲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认为你连带你的身体很行，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很行是一种幻觉，是一种妄想。这个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下，你觉得自己很行。可能换一个游戏规则，换一个生存环境，换一个社会制度，换一个朝代，可能就不行。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也就是说，人的这种狂妄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他只是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下取得了一些自我认同感而已，没有真正的行，或者说不行，只是游戏规则的不同而已。就像梵高的那些画，对吧？你说它不值钱，那它就值2个土豆；你说它值钱，那它就值多少多少亿，或者是无价。这东西很无聊的，其实。没有真正的行。你觉得，那你说地球上存在过的这么多众生，你说谁是行的？大家都觉得自己行，那最后结局呢？都是不行。都被历史淘汰了，对吧？没有人能够永远的存活下来，或者说永久的处于不败之地。这些东西就是非常无聊的东西。3D 的那本小说的第3部嘛，里面有一个人物叫托马斯·韦德，然后他就是一个极端理性，甚至有点那个冷血冰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结果后来当他在那个就是生命的结局的时候，发现他永远都没法实现自己的那个伟大的抱负的时候，然后最后他被相当于要被判处死刑，即将处决之前嘛，然后最后就是有人问说你还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话？他说没什么话得留，我就跟无数死掉的人的我跟这个世界上无数死掉的人都是一样的。是的，然后是这一点是平等的。对，当然3体的话后面还可以聊一下，然后那哥们儿他活200多岁，后面他讲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相当于有那个冬眠技术的发明吧，本来是说想给一些那种得了绝症的病人我可以就是反正现在治不好，你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让癌细胞扩散之前把你放到那个冰柜里面去冷冻起来，然后等明白之后再把你唤醒。所以说有时候就是那些人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军方他想给一些人去执行什么任务国家会出钱给你冷冻，后面的话慢慢的那个费用降低嘛，稍微有点钱的人也可以自己冷冻那就相当于就是在那个时间上直立行走。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得死你就算你冷冻个500年，然后你在苏醒之后
你再过个10年，你的岁数还是会长10岁。所以说他那个第3部的副标题就叫死神永生，就是一切都将会过去，只有死神才是永生的。其实这就是一种智慧的显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那句，就是那又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一句嘲讽的话，它其实是代表一种真理层面的东西。就人世间的一切，你能够形容得出来的、描述得出来的一切，其实就是那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终极智慧。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就是说挑战很多人的这种想法吧。但是真的也没有办法，因为真理这个东西它就是毫不妥协的，就它不会去模棱两可的，然后去不停的照顾大家的感受，然后不停的去妥协。那真理它就是无法被撼动的，它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代表真理去说话的话，这一切东西都是就是那又如何，那又怎样，就是这样一种嘲讽的一种心态。所以说高比索婆他这个上师就会强调说，诺斯替教派他的那种对世间的嘲讽，对于一切万物的这种嘲讽是贯穿始终的。克拉克也讲到了诺斯替教派嘛，就是他是最接近于真理的一个福音，很厉害。当你了解了真理之后，包括像克拉克那样已经证悟了真理之后，那你就知道这个诺斯替有多狠了，就是好像是叫玩世不恭的意思吧？不知道那个单词，就那个教派是不是犬儒主义？那倒有点符合他的教义。就他的教义或者说和奇迹课程、高比索婆这都是类似的，就他是全然否定世间和宇宙的意义的。其实你看太傻天书，他不也是一直在否定吗？你没发现吗？他一直在跟你讲，其实一切的一切就是一场蚂蚁的战争，你为什么要去在意它呢？对，所以我知道这个之后，我基本上再也不看新闻啊。当然，理论上是再也不看，有时候需要满足点情感需求的话，也会看一看。对，其实看与不看都是不重要的，就是重要的是你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他们改变的就是你的心，你看待世间万物的态度已经变了。其实，所以说佛最后成佛，他就是靠的一颗心成佛的，他成的是一颗佛心。就是什么东西成佛了呀？心成佛了。那个我之前听一个法师讲，那个就是吕新国，他讲佛法就特别有意思。他就是我的领路人。他就是说，那你最后什么成佛了呀？就是你的心成佛了呀，你的那团思想成佛了呀。那你别的你带不走啊。你的心最后会成佛。那你心怎么成佛的呀？就通过正知正见呢。正知正见会让你导向你成佛嘛。正知正见就是我不停地讲的这些东西，就是你认为这个世间有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那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妄见。修行的过程就是去破除这些妄见，而这个功课是需要做一生的。但是它有不同的方式。那佛学可能直接就去破除妄见、破除欲望。那奇迹课程可能是通过直接抓到它的就是说始作俑者吧，就小我这个东西，直接揪住它，把它给化解掉。因为没有了它，你就没有那些欲望，没有那些妄见，没有那些一切使你痛苦的东西。所以说修那个法门的话，可能速度更快一些，然后更直接一些，但是难度也是不低的。哪一个法门？就是奇迹课程的这个法门，耶稣给的这个法门传讯。他是修真宽恕的啊。真宽恕的话，就是所谓的一条灵性的快车道，就是最快的速度。通往这个天国实相或者叫涅槃也可以。对，其实你刚刚说修心啊，我觉得其实宗教本质都是通的。你看爱尔兰这边很多天主教堂叫耶稣圣心教堂，还有耶稣圣心雕像，包括有一些天主教的一些画啊，
耶稣和圣母玛利亚都会把他们的那个星嘛，一个红星给它凸显出来。其实天主教它只是翻译的那个问题，它英文原名是 Catholic， 那个 Catholic 就是善良普世的意思，就是反正包括 Christian 就是善良的人嘛，也是爱这个世界。然后他说那个神爱世人，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对吧？我一开始跟我老爸说，我说我是神的孩子，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你不是神的孩子。我说你也是神的儿子，他说那咱俩辈分不是全乱了吗？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就是在西方，大家都是叫英文名，我觉得这才是相对平等的，比较平等一些。在国内的话搞那些虚的那些辈分，哇，真的是。对，你看我们要叫什么什么老师，什么什么哥，什么什么姐，对不对？什么娜姐，对呀，什么丹丹老师，对吧？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也不喜欢这种。那你在国外的话，顶多也就加个什么什么博士的话，加个什么 doctor， 对吧？之类的。尊称一下嘛。那大部分人就会直接叫名了，也不会叫什么哥，对，什么姐，是不是？或者什么老师。不会叫什么老师，对呀。那现在中国的综艺全是叫老师，哎呀，马东老师什么什么演员都是马冬梅，马冬梅，那什么了？黄渤，对，现在都不会叫黄渤，都会叫黄渤老师，全是这样的。宝强老师，对，宝强老师，宝强哥，或者是这样，对，就尊称嘛。对，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吧，就还是世界的真相嘛。其实世界的真相一直没有聊得太透，慢慢聊嘛。就是你刚才你说你爸爸说那个，你们就变成平等了嘛？那这个就可以往真相上走了。其实，那事实就是如此啊。你爸爸无意间把世间的真相说出来了。耶稣就是一直在说，其实你我他，我们都是平等的灵性，然后你和耶稣也是平等的，你不需要去敬畏耶稣，因为耶稣和你是同等的，兄弟姐妹，就是兄弟姐妹，你们都是一个父母的孩子，对，我们会觉得耶稣是我们的兄弟，对，耶稣一直在他的传讯当中去讲，不要去敬畏我，把这份敬畏留给神，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对，我们都是受造的，这个。对，包括其实你说那个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他也是不断的否认自己的神性，他说他只是那个真主的使者，然后甚至说就是在他儿子出生的那一天发生的日食嘛，然后他的那些狂热的崇拜者都是说这绝对是神迹，然后他自己他都出来说，他说这只是很普通的一天，只是巧合而已。你们不要崇拜我。你说的那个狂热的崇拜者说的特别好，因为这也是人类的一个或者说小我的一种形式，它就是这种崇拜啊，这种，其实也挺可怕的，很多邪教就是这么产生的嘛，这个也没办法啊，就是反正真相就是说你我他都是兄弟姐妹嘛，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受造的，然后只有神才是值得我们去就是仰望啊，或者说敬畏的这样一个存在。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他造出来的嘛，这个就是说有这样一层关系在你要感恩他的对你的一种造化之恩，就是这种意思。因为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现在的你和我在这里对话，我们就是就无法存在因为神，真相就是神把自己给了我们。我可以直接就跟你把这个结论说出来，对，就是神是怎么爱我们的呢？怎么去爱他的受造之物呢？奇迹课程讲，他是把他自己给出来我们，就是他把自己给出来了。这个你能理解吗？就是神直接就是把自己送给了我们。那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我们，然后他直接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给了我们。这个就是奇迹课程里面讲的这种就是真爱，就是爱的一种很高的形式，就是完全的
成为，就是神直接成为了我们，这使得我们就跟他变得一样了。所以说你如果说这都是真的话，那你肯定需要感恩他呀，感激他呀，因为他给了你一个永恒的身份呐。没有他就没有你嘛，就没有我嘛，我们就无法存在嘛，我们就没有这种一切的一切啊，就甚至连这个梦都没有这个宇宙的梦都没有。那神他有肉体吗？他有肉身吗？他真的长得像我们这样子人形的吗？还是说他只是一团光？那你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啊！神肯定是没有身体的呀。那你这个就是就为什么说哎呀，就宇宙都是不存在的啊。宇宙都是没有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场梦。因为圣经它伊甸园里面他说神按照他自己身体的形象造出了人，对，他有的时候也会蒙对，他讲的只是这层含义而已啊，不要拘泥于字眼儿。就是说它的意义实际上是对的，就是神按照自己的，你不能说是模样，只能说就是说他把自己给了我们吧，就可以这么理解，他把自己给了他孩子，是这样的。我知道，就是基督教它里面他是说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都献过来给了人类但是他说所有的人都是有原罪。也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独生子，实际也只有一个人，也不是人，也只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心灵吧，就是他只创造了一个，其实就神的孩子只有一个只是状似有这么多个吧。就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说神创造了就是所谓的基督意识吧，就是这个基督意识呢，就是说是神的孩子，然后也只有一个，神也只有一个，然后呢他创造了他的孩子，然后呢神直接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给了这个孩子，把他自己全都给了这个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成为了这个孩子也就是类似于你之前说的那种复制的感觉吧，就是有点类似，但是它不是说复制成了两个，它实际上是一个，就它俩还是分不开的，就可以说像是连在了一起一样的感觉吧。就是神它是一种我们之前说过神的本质就是爱嘛，完美的爱嘛。然后我这么跟你说你就理解了，就是我不是说我们都不是身体是灵性嘛，耶稣说那你的本质就是灵性对吧，那灵性就是爱嘛，那爱就是你的特点你的本质，那你有没有爱你自己应该能感觉到吧。你感受到过爱吧，就是你自己内在的爱。感受过吧，你是有的是不是？肯定的。这个你承不承认？承认。你是有爱的对吧？那你这个爱是哪儿来的呢？就是神给你的。就是他给了你，他把自己给了你，那个爱就是神，所以你才有了存在的根本。对，不过没有那个爱你就没有灵，那你就是什么都不是，你就是可能只是个机器人。就是我们每一个灵魂的本质就是爱，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是根据太傻天书的说法。对，不过呢，圣经里面他也说，他说每个人他生来都是有原罪的。好，然后神他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耶稣给就是派到人间来替我们赎罪。对，我就先让你认识真相，就你的心灵认识到真相那一刻，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一种震撼啊，或者说感动啊，或者说有唤醒了你一丝的记忆，有没有一点那种感觉？有没有一点？就有一种从深处传来的一种感受吧，就是说一种共鸣啊，或者说什么。对，这个东西你是拿不出来的，对吧？但是你能感受到。对，这就是很厉害的东西，这就是真实的东西，它只能去体验，但是你永远无法去证明它。
也就是说，我其实这么多年我学奇迹课程，学高比娑婆嘛，我就一直在思考，那包括太上天书也说，那你本质就是爱嘛，就是成为自己，成为爱。那其实我也在观察这个世界嘛，其实你真的你只能看到爱，没有爱的话，这个世界不会是这个世界。从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从就是说孩子对于其他事物啊，或者说那种爱的那种展现，对于就包括孩子对我吧，我就感觉就是有一种爱的一种东西，因为小孩他没有太多的分别心嘛，然后就你给他释放一个善意，他马上就会回馈给你一个善意，就那种感受。然后我今天有一个孩子，就是那她很活泼可爱嘛，小女孩，然后之前还没有过这种行为，那今天直接就冲过来就抱住我了嘛，就是她就很喜欢我嘛，然后也是教她有将近1年的时间，那今天她就是冲过来就抱住我了嘛。其实这个就是她内在的爱的一种体现。哇，真的，人和人之间是有爱的，人和动物之间也是有爱的，而这个爱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本质。这个梦是假的，我们现在做的梦全都是假的，你我这个人物全部都是假的，但是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这个爱，或者说人和动物之间的那个爱，它是永恒的，它都是真实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很多影视作品都会去讲这种爱的这种东西嘛，就是说比如说孩子啊，就是被拐走了，或者亲人离去了，可能几十年一生都是无法释怀呀，或者说就是用他们的话说嘛，没有一天不去想这个人呐，或者怎么样，其实这都是一种爱的体现。就爱这个东西，它是本质上来讲它不会真的消失，它可能会被遗忘一段时间，但是它如果说一旦建立了之后，它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性的东西，所以它是不会消失的。对，包括太上天书讲，你的那种，比如说如果你是个流浪者的话，你在其他的星球的那些亲人，几十万年前你就跟他们分开的那些亲人，实际上他们现在还在爱着你，然后还在等着你毕业和他们重新相聚。那其实你有的时候你用心去感受一下那种爱，其实它也是存在的。就是所以说我记得有一本书他就讲，他说你能想象一个未来的你会遇到的人，他对你的那个爱吗？即使这个人你现在没有见到，但是你在未来他会非常的爱你，然后你有没有就是说能感到一丝那种他对你的那种爱，在现在这个时空。我记得我从4岁那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将来的老婆应该是个美国人，然后就是真的是4岁的时候，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所以后来一旦有机会嘛，就是跟有一些中国女孩子走得很近啊，或者说跟一些印度女孩子关系很好的时候，我就想，哎，她应该不是我的正缘，我正缘应该是一个美国人，应该再等几年。对，然后后来就跟他们做普通朋友了。对，然后前面你还提到了那个，对，所以说我觉得我等的就是那种未来的那个爱穿越过来，因为像包括《诗经》里面他说叫什么同心而离居，不是，就是叫算了，这一段我掐掉吧，那个古诗文记得不熟就不装。我们又不是电脑嘛，对吧？很正常，讲错呀什么呀记不住太正常了。对对，就高晓松他不能完全正确，那我们就更做不到了。对，就是他里面就讲到了那个他用那个蒙太奇的手法嘛，就是讲那个2000多年前，有一个那个就是相当于有一个男子他出去打仗，然后他看着家乡，看着那个远方有家乡的那个桑树还是什么东西吧，然后这个时候到第2段，他就切换到了他的那个就是千里之外的他老家的那个伴侣，反正也是在河边就是远望，然后在反正是相当于寄托对他那个对那个男生的思念吧。对，然后你前面还提到那个动物的爱，我觉得我有一次嘛，就是在爱尔兰在街上碰到有一只流浪猫，朝我走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要不要给它一些吃的呀，结果它又不饿，它又不吃，
然后我就想你又不吃东西，你不饿，你走过来找我干嘛？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希望我能够撸他，能够摸一摸他的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包括有时候在马场的时候，我这样是的，我这样一走过去，那些马呀牛啊都靠近过来，就看着我。我又没有准备胡萝卜，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就是过来想看我。对，而且灵性越高，这种爱的表现就体现的就越明显，这个是真的是成正比的。你其实苍蝇蚂蚁它也是有爱的，只不过就是说可能灵性比较低，它的程度就低一些。但是你看哺乳动物之间，包括你说的人和鲸和海豚之间，所以说为什么说海豚和鲸是第三密度的，我一点都不诧异呢？你看看他们对于人，包括他们之间的那种爱的程度有多高，就是太厉害了。海豚和鲸的那种爱，对吧？就他的那种灵性的意识，他的那种情感，那种所谓的牵绊羁绊，真的是跟人几乎是除了就是不会张嘴说话，没有什么区别了已经。对，他们也有他们鲸鱼的语言，用超声波说话，你听那种海豚音，就你感觉那个海豚那种友好程度，你就觉得它是普通的那种低等级的动物吗？它跟什么鳄鱼啊，跟什么一条普通的鱼，你觉得有可比性吗？就海豚和人的那种互动和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跟人和人之间其实没有区别。所以他们的灵性真的一定是非常高的。就像说狗啊也是一样，它和人的那种情感，真的你很难忽视。如果说你养过狗的话，然后它如果去世了的话，你就会觉得就跟家庭成员去世是一样的。很多朋友都这么跟我说过，就那个伤心程度真的不亚于亲人离世的感觉。这就是灵与灵之间的爱的连接。对，也就是说，最终能够真正满足你的，也就是只有这种爱的本质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满足一个人的。对，其实恰恰是无形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些有形的东西都是。你这句话应该写下来贴在墙上。对，你看像爱呀、光呀，这都是无形的，但是他们是超越时间。光是爱的一种形式。对，我当时读《太傻天书》，读到你说的那个爱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是说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真相就是爱的时候，我正好是说在那个就是我后院的草坪上面晒着太阳嘛。我就感觉到哇，那太阳光很暖和，因为爱尔兰它纬度基本上都是跟黑龙江漠河一样的嘛，所以说你就算是夏天的时候，那个晚上也只有9度，到了晚上，所以你那个有阳光都是很暖和的，难得的晴天，我就感受到你说这太阳，他们每时每一秒都在燃烧自己，然后散发出光芒，照耀整个太阳系。他收过1分钱吗？这需要付费订阅吗？这需要跟你讨价还价吗？对，真正重要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对，还有空气的话也是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那个呼吸。对啊，我们应该感恩每一口空气，真的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最必须的一个生存条件就是空气。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千万不要去污染空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是现在在我老家到点儿，对我到点了。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